收看关键时刻。今天对于习近平来说非常的重要，这是四中全会的第一天，这是他的权力的保卫战。在这一年，他过得非常不好，外面有美国川普不断的去压迫他，包括从关税，包括从航太等等的方式，芯片都完全压迫。在内部，他更是有非常的大压力，有很多说法说他被逼宫了，甚至这个四中全会可能胡春华他要上来了，可能丁薛祥要出来了，可能张又侠要逼宫了。但是今天四中全会第一天，习近平稳了，有多稳？你看到官媒直接放了这一篇报道出来，直接写得非常白。他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习近平四中全会看起来没有事了，而今天这个事情完之后，让大家觉得更惊讶是什么？这个人怎么出现了？大家想说这个人好陌生，但是好熟悉。这个人就是2年前的外交部长秦刚，当时他落马之后，他就不见了，他就失踪了。有人说他根本死了，但是他今天竟然出席在这个活动，甚至有非常多张的照片都直接拿了出来。这背后代表一件事情：当习近平稳了之后，接下来他要对抗的就是跟美国的谈判。我们知道秦刚是亲美派，所以他现在稳了之后，他必须要透过秦刚来跟美国做谈判。但是为什么习近平被逼宫，他今天可以这么稳呢？今天微博的热搜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你看到微博热搜上面第5名是20届的四中全会，但是第1名我们用红色圈把它框了起来，竟然是曾丽文支持者激动落泪，说我是中国人。我的天啊，世聪，这难道对于习近平来说，我今天能够稳下来？我靠的是台湾的曾丽文，没错，今天呢是中国第20大四中全会第一天召开。那我们事实上，我们之前都一直在讲，这个四中全会呢对未来习近平的5年非常重要。这个今年历经1年的时间里面来说的话，有说到什么张又侠等军系对他的这个逼宫啊，那他的核心的人马什么何立东啊、何卫东啊、苗华一个都落马，很多人全都被拔掉了。对，然后另外还说什么今年斗争非常严重，搞不好习近平自己本身都这个官位难保，那到底是蔡奇接任，还有丁薛祥接任，谁接任，甚至胡春华接任，这么多的风风雨雨，那除了内部的压力之外，外部美国怎么样来 K 他，对，让他这个满头包。不过今天呢召开的这个四中全会里面来说，有一个重点就是看起来的话，似乎未来还是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真的假的？对，你看这个很简单，他们的这个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的这个重磅社评里面来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然后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思想。所以不是只有他，还有他的思想。所以看起来的话，他的路线还是未来可能中国会贯彻的这个路线。不过呢，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觉得习近平还是做出了很多让步。什么让步？第一个，因为他的很多军系在前几天的时候完全都被人家开除了嘛。上礼拜5，直接杀到底的。对，杀了9名将领。好，再来是什么？今天呢释出这几天释出很多照片，这个人出来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秦刚啊。发福的秦刚，对，没错，秦刚在2023年的6月呢不见了之后，当时我们都说，他被免职了，他可能还有人说他被人家处决了，对，就被他今天出来。那为什么他出来具有这个意义呢？第一个，因为他是他之前担任这个外交部长，之前是美国大使嘛，驻美国大使的时候，当时中美的关系还 OK， 所以等于是他是一个亲美派。那亲美派呼应到谁？呼应到你看。这几天的时候，这个川普说什么？川普就说：“我觉得我跟中国会好起来的啊，我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啊，他是个非常强大的领袖啊。那这样他的一生呢，精彩绝伦，这简直可以拍一部很棒的电影啦。”他讲成这样，对，所以他就说：“我跟中国是可以谈的嘛。”所以看起来看中国释出什么秦刚出来，然后这个川普也这样说，所以看起来的话，这个习近平可能接下来呢会跟美国有一个妥协的这个状况。好，那你要想说，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他有一张牌被他握在手上了。你看，今天是四中全会召开哦。我们曾经讲过，在中国的微博上面来说的话，第1名或是前几名，那一定有他的意图。你看哦，四中全会开幕在这边第5名，但你看第1名是吧？郑丽文支持者激动落泪说我是中国人。那你看为什么我说这个很重要呢？就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呢是被中国共产党可以控制主义的人当选了。那这当然有一个意义啊！你看，过去对台工作被他批评什么？你看啊，赖清德、蔡英文当选，赖清德当选，那两岸越走越远。现在这一次呢，习近平在拍给这个曾丽文的贺电是，还有贺电的，推动统一进程嘛。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拿到了一张牌，这张牌或许在日后的中美对抗里面能够派上一个非常大的用途。不是这样很吓人今天如果这样讲话，今天秦刚的回归，我们刚刚讲，他要么被失踪，要么已经死了，但是他感觉过得也蛮好，他还发福，他过去还比较瘦一点。今天这几张照片出来，这真的太不寻常了。对，没错。好，我们讲最早这个秦刚的照片是这边，你看10月18号，对不对？就是上礼拜的时候，你看好久不见，然后秦刚就出现了。那秦刚出现的时候，伴随了你看川普马上就释出一个善意嘛，哈。所以这是秦刚的照片之外，你看这几天又有更多照片，这没有，你看这就是秦刚。就是秦刚，对不对？这个秦刚，那秦刚的照片来说，相对于他之前的来看的话，有一点点发福的这个状况。他这是出席什么？出席第28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然后穿着这个深色西装去听音乐会啊。所以听音乐看起来的话，这个蛮开心的啊。很轻松之前好像是在这个户外的园游会还是什么场合嘛，所以看起来他都非常轻松。那我说为什么这个引人注意呢？我们讲他为什么会被这个 promote 上来？因为他对习近平非常的好嘛。后来习近平把他派到美国去，当然他的核心派到美国去，就是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嘛。但是无奈，2023年6月的时候，他当时不是爆发说他跟女主播之间的事，说什么他私生子什么，他还这个通美国等等，对，他就不见了嘛。所以后来有媒体说，他可能搞不好已经死在这个北京的医院啊，或者被处决等等。就今天没有跟你说他还在，那他还在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讲。他是一个亲美派的代表嘛，所以亲美派代表还在，那是什么意思呢？对美国释出善意嘛。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善意是什么呢？就李成钢，他说什么？美国将面临什么地狱之火？对 ，Hellfire 就这样讲。那你看贝森特不是骂他吗？骂他说，他是个低级别的官员。他还说什么啊？习近平搞不好都不知道这些。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他干什么，失控，而且是一个非常不尊重人的精神失常的人。好，那为什么说对美国来说的话释出一个善意呢？因为很简单。因为李成钢原本是被任命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嘛，兼这个 WTO 的这个贸易代表嘛，对，他把他特任为所谓的对美谈判的大使嘛，所以今天来说的话是怎样？今天就让国家属级免除这个驻外大使，把谁免掉？把李成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 WTO 的这个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还有兼这个联合国驻内瓦办事处，还有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副代表，把免除了。刚呛完地狱之火就被免除了。对，没错，他当然还是对美谈判的首席代表，但是他被免除，换上这个李永善，就换上一个新的女生来担任这个职位。那为什么要换这个职位呢？很简单嘛，因为最近贝森特在骂谁？就是李成钢。对，李成钢嘛。那我现在把它换掉嘛，换掉的意思是什么呢？换掉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绊脚石被搬开了，我处理好了。对，我处理好了。那所以你看，紧接下来的话，上个礼拜的时候，贝森特不是就已经跟这个何立峰有通上电话吗？所以看起来的话，我就说，那紧接下来的话，你看川普就说啊，我会在这个 APEC 我会见这个习近平啦，不是在公开场合呢，就是会开个会。然后他也认为，他就赞美了习近平嘛，说啊，习近平这一生经历很多大事，拍过电影的人，可以拍成电影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川普也释出善意，贝森特也释出善意，所以中国现在也开始在释出善意了嘛。秦刚出来，然后换掉李成钢，所以看起来的话，事实上中国跟美国接下来呢，可能真的会进入这个或许有春暖花开的这个机会。所以李成钢完全已经春暖花开之前，他们拿来祭旗用的。当然就借你的项上人头一用，来让我表达说我对美国的这个立场嘛哈。不过我就讲。事实上，为什么这一场这个对习近平来说非常重要呢？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本来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生涯的一个问题嘛。因为中国经济目前为止的确非常不好，而且过去1年以来说的话，有非常多重要人士都不见了嘛。我们就给大家讲，光是他们的这个所谓中央委员里面有非常多的军系嘛。你看在四中全会开除的时候，这个开会之前有9个上将，里面有他。中央军委会的这个副主席何卫东啊，还有军委会的主席这个委员啊，原本的是他负责这个非常重要军事任务的苗华，什么何鸿钧啊，这个王秀斌啊，林向阳东部战区的这个秦树桐啊，袁华志啊，王厚斌啊，王春岭一大堆，这是9个人被他开除党籍嘛，这9个人都非常严重。好，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人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原本有可能会接任外交部长的这个刘建超啊，然后什么金壮龙一大堆都不见了，所以这次怎样？我们就讲这一次的这个所谓四中全会里面会补大概12个中央委员，所以也就是说可能会对未来的这个政局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些人下去之后，谁上来就非常重要，所以就变成说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人事斗争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好，那我就讲除了这个习近平接下来的人事铺排之外，另外一个为什么习近平要对美国可能要示软，或者说要跟美国这个投出这个橄榄枝？我没有钱了啊。对，很简单，因为川普今天也说了，川普说什么啊？
这个主持人问他说：“那我们对对中国科155到157的关税，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啊，这个其实也不能够这样科啦。”他说：“我也没有我没有意愿要科中国的关税，那是因为中国对我们美国不公平。所以他其实释出善意是，他没有要对中国科这么多关税哦。你如果对我公平的话，我可以不要科关税。好，那为什么中国要想说美国不要科关税？我们讲的很简单，广交会。”广交会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它其实就是吸引外国人来到中国下单嘛。所以过去广交会的开会的过程里面，都会有非常多的外国人来到这边。那你看这一次的这个广交会里面来说话，你看都没有人，我有没有看错？这个画面太吓人了吧？它的空的，它的展厅的坪数是52万平方米，对，然后有2.5万个这些企业家，然后大概企业有1.2万个人来。那里面有什么精密加工机床啦、AI 人工智慧穿戴装置啦、绿色节能家电啊、智慧型机器人一大堆。就比如开幕的时候，你看开幕第一天，没人；第二天马没人，对，一直到现在弄没人，但第3天、第4天都没有人。那没有人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就从这个空拍图，你看满满都是展间，里面都没有人。这我们不是在黑他呢。我们第1天的画面我也放给你，对，第2天的画面我也放给你，没错，第3天画面我也放给你，我放到第4天给你看，对，就是这么空。这不是重复哦，这是每一天都这样哦，吓死了。那甚至还有人说什么？里面的工作人员搞不好都比看展的人还更多。那甚至里面的工作人员没事到什么状况？那边滑手机啦。那边这个就那边滑这个走路根本不知道干什么。广交会这些人太好赚了吧？对，那好，那还有厂商怎样啊？龙博朗，那我干脆就把布幕拉起来啊！不，我们提前打烊了，回去了，大家都回去了。所以呢，事实上我就讲，这就是告诉你什么？广交会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对外采购的一个先行指标。对。那如果你对外采购都这么糟糕，接下来工产订单也不妙。那尤其是你看接下来的这个美国的旺季快要到了，你订单目前为止没有着落，那怎么办？所以我才说中国的经济接下来会有失控的这个状况。这也是为什么呢？习近平呢要想办法跟美国递出橄榄枝。对，你看我李成钢我也把它砍掉了，那我也让这个所谓的这个秦刚出来了。对，那所以我就要对你递出橄榄枝嘛，哈。那川普现在也接球了，所以看起来的话，中美之间来说似乎会春暖花开。不过我就跟他讲，习近平想的是说，那万一谈崩了怎么办？没有错，我是可能要跟美国谈啊，但是万一谈崩了怎么办？你美国会用什么牌？美国会打台湾牌吗？对，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不是这个川普用了很多台湾牌这样去打这个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也控制了中国的这个命脉啊。好，那你这样对我说，那我怎么办？我也拿一张台湾牌来对付你。那张台湾牌是什么呢？你看哦，这个郑丽文呢，他获得了这个过半的这个所谓民意的这个国民党党员的支持嘛，对，当选了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嘛。你看他说什么？第一个时间，你看现在的这个所谓中国帮他做球，你看微博上面来说的话。那你看上面当然第一个置顶的是什么？跟着习主席看这5年嘛，总书记。但是下面一个就是郑丽文支持者激动的说我是中国人。你跟总书记，你在总书记下面这个都有相关的含义。1、2、3名差超多，这100多万，这个才70几万，对，这已经热搜到爆炸了。主要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跟你这样子啊，这样子哈，然后他说什么？他发给他的这个电文里面说什么？他就说他这个恭贺这个郑丽文，你看。过去这个所谓的这个江启臣担任党主席的时候，他根本没发过这个贺电啊。他说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希望两党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发展，推进国家统一，坚守的这个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守护两岸同胞根本利益，携手开创中华民族更好的未来。为什么这样说？万一假设中国跟美国谈崩了，谈崩的时候那怎么办？就把郑丽文叫来嘛。郑丽文，你们这个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或者握有民意支持的国民党，现在跟我们共产党站在一起嘛。所以人家就马上就问郑丽文了，你要不要去中国大陆见习近平？郑丽文马上就说，当然要啊，怎么人都愿意见啊？那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对，如果他说这样的话，那表示什么？搞不好已经有联系过了嘛。啊，就在必要时间来说话，可能你需要来中国来一趟啊，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才说这就是另外一张牌嘛。你看中国马上就大幅的报道什么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跟底气这样一个状况嘛。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现在这个习近平手上握了一张牌，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民意支持度过半的这个在立法院拥有最大席次的在野党主席来访问中国。对，这个当然完全不一样啊。这在国际宣传，中国的宣传方式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宣传方式，但是你要有这一张牌可以打。等一下，习近平根本是拿郑丽文拿来吹牛用的吧？当然，他一定有这张牌。我认为说，美国接下来也有可能会加大对台湾的这个影响的力道，所以才说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斗争，除了两个国家的利益之外，在台湾可能我们也看到他们两个交手的这个影子。廷伟，我们刚刚讲什么？今天大家说习近平稳了，前面讲的都风风雨雨，有差吗？我还是稳啊，团结啊。但问题点就在这，就算你稳了，后面的变数还是非常多。尤其什么？你跟军系的态度很重要。这个解放军报他今天大拉的把这个何卫东、苗华等等这些人骂了一顿那骂了一顿它里面标题都是在下什么？就是这些都是腐败的，军队里面是腐败的，坚定不移把军队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是的，但是呢，问题是真的是这样的腐败的概念而已吗？是贪污的问题吗？仔细再看下去社论当中其实已经讲到几点他说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等9人信仰崩塌，忠诚失节，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什么叫做信仰崩塌、忠诚失节？所以代表说什么？是不忠嘛？代表说什么？是叛变的概念嘛？对。那为什么是不忠跟叛变呢？仔细再看下去，他说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还有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决定都要由军委会的主席，就是习近平来做决定。那今天何卫东你的位置到哪里？到军委副主席，你是不是想越界？你是不是想这个所谓的把主席的这个权力来讲架空？你今天来讲是不是自己就是做决定了？你想要夺权的？对，是不是要夺权的概念？所以他讲的这个概念是告诉你说，事实上要听军委主席的，而不是听何卫东的。好，那我们再看何卫东还有底下的这些人包含苗华，包含底下的王厚斌啊等等这些人，有一半以上都是南京军区出身的，而且又是什么？又是31集团军的，就是镇守在福建，准备要攻台湾的，就是要打台湾的。对，那这些人为什么会出事呢？仔细回敲一下，我后来呢再去查一下，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些人的升官都在什么时候升官的？都在2022年左右升官的，也就是在习近平的第3任任期开始。2022年20大，然后呢，2022年的时候，你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事情？2022年的8月的时候，裴洛西到台湾来。对，裴洛西到台湾来的时候，中央军委会就下令开始要进行围台军演。对，所以这贴了七个狗皮药膏，不是吗？就开始进行军演。当时的东部战区的司令是谁？就是何卫东。他在大概3月的时候开始不见的时候，后面林向阳接任。对，林向阳这一次也被处理了，也被开掉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还在笑他们？当时军演1天就结束了，然后呢，后来呢，中央军委会就说没有，不是1天结束，明天还要继续军演。所以我们当时笑他说，到底是东部战区讲的1天结束，还是中央军委会讲的是什么？要连续好几天的军演？对。那时候又传出什么？过了几天之后，中央军委下令，中国外交部下令什么？全面断绝中国的战区跟美国的战区的相互交流管道。也什么意思呢？可能当时的何卫东跟后来的林向阳讲好了，跟谁讲好？跟美国印太司令讲好了。我们就玩1天就好了，玩个样子而已。反正裴洛西来，我们就玩个样子给大家看。你们也不要动。对。这战区跟战区规划对军委会来讲，气死了！开玩笑，这是习近平要做的决定，怎么会你何卫东跟你这个什么林向阳就可以做决定呢？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可能倒查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对，记不记得火箭军的李玉超什么时候被抄掉的？就是美国空军公布什么？公布火箭军的部署嘛。对。那当然倒查，为什么美国那边会有火箭军的资料？所以什么意思？李玉超不见了李玉超换上去的王厚斌又是苗华的人，这一次也一起被端掉了。对。所以什么意思呢？通匪，什么通匪？通美国帝国主义。你跟美国挂在一起，我告诉你。白脸可以，我习近平来做，我可以跟川普好来好去，对，这都我来做。对，底下你解放军还跟美国白脸呢，你这些要为我打仗的，就杀了结果呢，你有没有拿到美金，还是你被美国收买？这才是严重的问题。好了，问题来了，现在又有点高级黑的概念，什么高级黑？有人把2022年当时新华社的那个新闻报道讲出来，他说当时呢，习近平呢亲自。谋划部署，亲自指导把关，为20届的两委，就是中央军委跟这个所谓的中央委员等等之类的
人事准备工作指明正确方向。当时习近平在第2任的任期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到中央委员也好，军委会也好，所有人我要亲自口试面试。因为以前共产党他们叫什么集体领导，对不对？对啊，集体领导的概念就是各派系大家都有人进来。那但是后来发现他叫不动，也没办法集体领导。习近平大权一把抓，习近平后来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当面口试面试。那我当面口试面试的不就面试了何卫东吗？面试了苗华吗？对，面试了这些人吗？结果不到几年时间就被处理掉了，都被涉贪拔掉了。那什么意思？你习近平识人不明吗？识人不清吗？你看不清楚这些人的底细吗？那你为什么在几年前的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你还在赞扬他们？你又亲自嘛，就是说习近平亲自面试嘛。那我就把他们拉进来之后，结果后来发现到不行用了，不能用了，2025年就把它处理掉了。那一样的意思啊。那他识人不清的话，会不会用在郑丽文身上？也就是说，他看错郑丽文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会出现？反倒没办法让中共可以在台湾予取予求，反倒会裂解国民党，让国民党形成好几个党中央，对不对？那傅昆萁，你以为他表面上对那个很好吗？你以为说卢秀燕她心里很服这个郑丽文吗？对，这些人都会另辟党中央的。所以难怪赵少康他直接怎么呼吁郑丽文，你要降低亲中力量，否则会令不出党中央。对，就令不出八德大楼。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是不是习近平又错估了，又看错人了？看错了。所以这个叫识人不清的概念，到时候在2年后，说不定郑丽文不用到2年，可能就因此号令不出党中央，就被人家搞下台了。国正，我们刚刚讲，现在习近平怎么识人不明？我们前几天还在讲说，陈志哪来那么多钱？诈骗集团哇，骗这么多钱，比特币一次被川普这样子收完，大家想说你一定后面有这种红二代，甚至有中南海里面的钱，你要帮谁过来这边洗钱？结果这件事情出来之后，习近平真的是怕了，我管你四中全会怎么样？今天你既然美国有这么有能力，你的比特币、虚拟币这种币，你都能掌握住，你都能我洗到哪里，你全部都能掌握，全部都能扣住。根本怕死，为什么怕死？你看到原本包括蚂蚁、包括京东要在香港上这个所谓的稳定币，现在北京一句话，你不能上啊，会出事的。上了，到时候钱全部被川普抢走怎么办？然后到时候中国如果发生金融危机怎么办？而且很多钱透过这样稳定币跑到全世界去，那他就完蛋了。所以今天北京就发布一个消息说，京东跟蚂蚁，你本来是要在香港申请发行稳定币嘛，结果人行就说，还有中国的互联网资讯办公室就下个命令，北京当局说，为了怕冲击国家金融安全跟货币主权，冲击国家金融就怕被川普收走，所以本来说你可以发行到香港去发行稳定币的这个政策就把它取消到。我们知道5月的时候，其实香港已经审议过稳定币的条例草案，8月是正式生效，所以到9月底的时候，其实有36家机构，我要发行嘛。其实最重量级的当然就是蚂蚁集团跟京东集团了。当然我们知道的，蚂蚁集团就是阿里巴巴，就是马云嘛。所以他们现在怕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说的陈志事件，让习近平看到，美国人竟然可以操控这样啊，到时候我金融安全怎么办？第二个，现在习近平最怕的是什么？民间力量大过他，所以有人就解释说，现在为什么北京不敢发行稳定币？因为这些私人机构如果发行稳定币，是挑战央行主导的数位人民币，那最终会有一件事情，归属权、铸币归属权存在深层的顾虑。什么叫最终铸币权？到时候马云能够发货币的话，发数位人民币的话，那你央行在哪里？国家主权又要再度被马云叫板。马云的钱可能比你人民币还值钱，这时候就出大事了。对，那时候就一句话嘛，当年马云为什么下台？因为全中国年轻人都叫马云爹嘛，借钱找马云，花钱找马云，连缴水电费都找马云，连企业借钱也找马云。如果发行这个的话，一是怕川普，二是怕马云，但是他最怕的其实是川普，因为比特币这件事情让他看到一件事情，美元霸权能够洗劫全世界哦，而且能够造成他严重的问题。所以7月的时候我们就讲一句话嘛，他之后前人行行长周小川就跑出来说，其实对稳定币应该审慎的态度，意思说不支持啊。如果缺乏监管的话，可能会引发金融风暴，所以这是第一个担心。第二个，其实大家都看到一件事情，这是摩根大通一个报告指出来说，如果全球都支持稳定币哦，不是在讲说人民币、美元而已哦，大家都发，人民币也发，日元也发，欧元也发，但是最后可能会增强美元在国际金融地位的
地位。对为什么嘛？因为流通性的最强嘛，所以那时候北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很紧张。8月28，川普的儿子艾利克到香港红磡去发比特币大会的时候，那时候万人空巷啊，都去喊，美国再次伟大，你就感觉，美国怎么变成这样啊？其实当时有香港官员要参加哦，等于香港官员是背书了。结果你知道他们接到什么吗？来自北京的指示，不要跟川普的儿子艾利克互动太深，像吴杰庄啊、叶定恒啊、叶志恒啊，他们本来都是支持香港要发行稳定币跟比特币，开始一些视频都会发出来，稳定币是美国人的阴谋，当然是问号啦。为美债开路，等于你在买美国人的美债，然后稳定币并不稳定啊。所以现在开始在黑一些美国，你买稳定币就是帮忙美国，而且你今天买稳定币，你会让美国霸权越来越好，而且你赚不到钱的，甚至美国人可以对你发动货币战争。这些视频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什么叫货币战争？我们来讲。中国的人行的行长、副行长写了一本书，讲的故事其实非常精彩。习近平可能最喜欢读这本书，这是宋朝的历史嘛。我们知道宋朝经济其实很强，但是他很倒霉，他旁边都是一些很会打仗的游牧民族，像辽国，后来变女真人，再来西夏也都很会打仗，所以宋朝都打不赢他们两个。可是宋朝经济很强，所以那时候宋朝其实创下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纸币哦。所以也可以讲说，数位货币或纸币在宋朝当年的金融科技是很强啊，发行了人类史上第一代纸币，而且不是废纸哦，是能够真正兑换跟发行的哦。可是那时候就想说，我打仗打不赢你们两个，我可不可以搞一些金融战争？所以他就用什么货币战争来打辽国跟西夏。怎么打你知道吗？他那时候就跟发行了30万贯，就那个钱一罐一罐的嘛，发行30万贯的交纸，就是他的纸币，然后在上面做记号，这些记号。规定说，你可以拿去西夏花，但是你不可以回来我的宋朝境内花。等于他怎样呢？印了一堆废纸去骗西夏人的牛羊，这很厉害哦。所以他从宋代的时候就开始打货币战争了。这就是现在北京中央怕的事情嘛。那宋朝现在后来很笨啊，他发现搞一次之后很成功啊，就。你看了就食髓知味，一天不发就觉得浑身难养，就拼命的发，拼命的拿货币去洗劫人家西夏人。所以西夏人后来就发现我的钱都不值钱，可是我买你们宋朝的券啊，因为布跟那个丝券都要跟中国买嘛，结果发现价格变得很高啊，哇，我都买不起你中国东西啦，通货膨胀嘛。后来他就想说，你既然有货币，那有我刀我有马，我就去抢。结果宋朝就被抢很惨了，10室9空，血流成河。当然这场战争最后是宋朝赢了，但是惨胜就是货币战争。那这个故事是谁写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中国的央行的前副行长陈雨露写的，他写了2本书，是中国的金融史的上册跟中册。那写的时间点其实还蛮巧妙，是2015年。他这本书写得相当好，小学生都可以看得懂金融，所以他一直在中国其实是中国重要的金融政策跟货币政策的一个代言人。但是他对于稳定币这个政策，其实他已经在暗指美国。美国其实个别国家强推单极化，单极化的稳定币。背离多极格序，就跟西夏人当年宋朝去抢劫西夏人一样，拿了一堆废纸跟你换钱。那美国人会不会干这件事情？他其实都在暗讽这件事情。所以中国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喊停了，喊停了？我们就来讲嘛，柬埔寨太子集团陈志事件就让美国。吓都吓死了！让北京看到一件事情，本来这些比特币其实分散了，我们以前都去中心化啦，结果发现这些集团其实有点笨，在产生它的钱包钥匙的时候，它不是真的随机生成，结果让美国其实是可以暴力破解的。它可以暴力破解，说主要节点在这里，次要节点在这里，这些钱其实最终还是回归这2个地方。所以代表美国人用数学公式是可以把它缓推回来的。那如果中国强推稳定币跟数位人民币的话，美国是不是能够破解，或者是中国把资产变成比特币化，美国是不是能破解？所以他现在担心的就是货币战争会对中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玉凤，我们刚刚讲，现在中国让他觉得很头痛，什么？第一个是经济，第二是什么？电动车。就说怎么又是 SU7？结果一直烧死人之后，大家都会说雷军你要不要出来讲？结果
雷军出来讲之后，他说什么？你们不要黑我好不好？那些都是黑我的。我心想，莫名其妙，那些画面已经够吓人吧？每天都在烧成这个样子了。好，过去来讲的话，新能源车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它经济的一个发动引擎，所以呢，在过去来讲的话，都觉得说这应该是把他们的经济往上带一波。但是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撞车，各式各样的烧车，大家都觉得说天哪，电动车、新能源车到底要不要再开啊？可是今天来讲，北京日报在这个头版头写的一个重点告诉大家，政策是支持的哦。北京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高地，要继续要来冲，因为圣上说了，我们就得做，我们就要走，你要继续做，做到最后，你知道会在哪里吗？你就不能够留在他们内地了。就像刚刚国珍哥讲的，你就要把它输送去哪里？甩出国外。对，送去西夏。而这里现在来讲的话，比亚迪找到了它的西夏，它在哪里？它在 Sydney， 在雪梨找到了它的西夏了。什么意思？这是2024年。这个游乐园哦，你知道吗？游乐园的本体在这地方嘛？那你知道游乐园旁边的话，一定要做停车场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车子停在这边。可是呢，后面的话大概就没有那么多游客的话，你车子就没停满。可是到2025年的话，你可以看到游乐园的大小还是一样，但是满坑满谷的车子，好多，全部都停下来了。停在哪里？停在它的游乐园的停车场。对，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待会导播，我们仔细看。这些游乐园上面停的车都是比亚迪的电动车，而比亚迪的电动车上面来讲的话，非常的离奇，它连外面的胶膜都还没有撕，这代表什么意思？比亚迪的坟场了，对，代表它是从它的货运下来之后呢，就直接拉到这里来了。照道理说，它应该拉去哪里？拉到经销商那边去。对，可是没有人要买，没有人要卖，所以呢，不能够买卖的情况之下的话，你一直出货，就只能拉到这边来。而他们当地人就说，这太诡异了，这个就是电动车的一个坟场。那除了刚才讲的比亚迪把它全部送到雪梨去之外的话，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大家不买？这个是最近10月13号，想想看这个画面出来，谁还敢去开啊？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以外的话，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说，过去大家就想说，你造车要有艺术，但是这个解散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说小米的车啊，棒棒棒一撞，它的轮胎上去又是小米的轮胎，对，它的车轴的质量是有问题的，不管是怎么样的撞击，好像小小的一冲撞，它的车轴就炸了。炸了之后呢，你的轮子就滚出去了。所以呢，还有好心的网友用一个反讽的方式，来，我帮你把它粘回去，因为那个小米 MI 嘛，就是把它的 logo 给贴上去。好，然后在湖北的武汉也有驾驶开小米的 SU7的时候失控。也是撞到护栏，撞到护栏之后呢，车轴也断了，轮子又飞走了。玉峰，这太可怕！10月17号，光是在网络上面有2件根本一模一样，都跟车轮、轮轴、轮胎都有关系。所以这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不要觉得电动车我们讲的新能源车跟过去的造车没有关系，车辆就是车辆，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一天2起，很多民众就看傻了。看傻了之后呢，大家是不是就得吃瓜了？就要开始讨论嘛。尤其最近还有一个是什么？小米力扛华为的问界哦，这个撞下去，结果谁输了？华为输了，因为华为被撞到了这个车子那个道路的下方。对。可是这个东西大家就在想说，这个东西写下来的话，马上就被封了30天。刚刚才解开，什么意思？不能够讨论。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最无辜了。他的车子也是出了一个状况，小米的 SUC 过坡断轴的车主，结果他出来讨论的时候呢，他只是为了自己维权嘛，他的直播直接被禁了。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中央告诉你一件事情。电动车、新能源车还是得发展的，你们下面不要有异议。瑞哥，现在中国又开始一个什么沉默之秋的画面又出来了，又开始喷了。我想说喷什么？天哪，这个屈公病又回来了。就屈公病回来之后，你不是说之前做很多的方法吗？做非常多吗？结果现在什么？屈公病搞到人叫天怒人怨，并不是在防止这个疾病出什么问题。今天只是光是一个园艺师哦。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做园艺的，结果你竟然把我的园艺都全部铲了，都只是为了防蚊。那么，如果现在问你啊，世界的雾都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广东的江门。
为什么？就在江门，没有错，各位你真的是雾都这不是开玩笑，这不了是真的雾来啊，这是什么？全部是消毒啊，在消毒啊，所以那个喷雾都是消毒的相关的喷雾啊，消毒剂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从7月8号开始啊，广东佛山开始这个驱虫病发现了以后呢，已经现在都10月20号了。结果江门这个地方呢，因为那么在控制了其他地方以后，江门突然间啊，biang出来，爆发了。佛山那些地方、深圳那些地方破了1万多例了以后呢，慢慢掌控下来。那么江门啊，突然间2、3千例股也biang出来，所以biang出来料呢，他就很紧张。那么江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因为长官啊上中央政府要这个追究你啊这个防疫不力嘛，所以呢他们就很简单，我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我采取的就是一个那么所谓的爱国卫生统一大业啊。什么叫爱国卫生统一大业？你听起来好像。是不是要打仗了？我听到了之后，我头皮发麻了，不要吓我！爱国卫生统一大业，为什么呢？早上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全民出来灭蚊子，连半夜都在消毒，全部都在消毒，而且消毒到多离谱啊！通常消毒看到人要怎么样？要躲过嘛，对不对？没有，看到人照喷，往人上照喷，看到人照喷啊！所以你看。整个城市，我跟你讲，冲到屋内，你们专门对付这个的要确诊的人嘛，不是老婆而已，只要有邻居指报你是得了驱虫病，我就把你带走啊，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已经到了风声鹤唳啊。那么之前不是刚好11长假才结束吗？对，11长假在江门，在很多地方附近中山那些地方啊，18000多个人禁止休假。公务人员全部就给我抓蚊子，全部就给我全部一个灭蚊呐！实际都不能休假，为了这个驱虫病啊！瑞哥，我们刚刚提到，现在为了防疫，他们什么事情都全部做起来，但是还有这种像流氓一样的事情哦。你看到哦，这是一个在网络上面的博主，他专门放这种非常重重、非常漂亮花，有那种原生花，甚至还有他自己去配种的，他每一朵花都很精致，但没有想到，他竟然在1天之内，他的花园就被团灭掉了。被团灭掉之后，他提出一个疑问，来，我们看到什么疑问？他说：“你真的是为了预防疾病吗？我整个人我都快睡掉了。”有一天，他接到邻居说：“哎呀，不得了啊！你的花园全部被人家歼灭了。”告诉你啊，让他生气的是什么？当然，因为他是种花，而且这些花都是很名贵的嘛。除了要绝种的之外，还有自己配种的，所以之前其实就来过。这些卫生官员什么都来过，都来看过这个地方呢。那么在什么决绝啦、积水的蚊子，他都是过关。他总共过5关，过5关斩6将，他过了5关，你知道吗？来看了5次，检查了5次，他都是 pass 的。对，那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弄？因为他过不了第6关。为什么？因为第6关是下雨，下雨了以后呢，就在下雨的那天晚上，那天呢直接就冲来了。因为下雨嘛，你之前那5关来看过，每次来看过，对不对？好像都没事嘛。对。但是第6关的时候下雨啊，下雨呢是不是一定会积水？对，一定会积水嘛。但问题是，你的积水你要叫它把它清掉，不就好了吗？不是的，最简单的办法，它全部把它除掉，除了草把它弄掉之外，它连花都端掉，花都不见了。好，重点来啊，这些花，你说除草我可以接受嘛？那花到哪里去了？花到哪里去？花不是说照理来讲，你把它错掉以后，不是残骸会留在现场吗？对，很多花就不见了。很多花就被带走了，很多花就被端走了，太坏了吧？他现在就要求偿啊，他要去打民事官司啊？为什么？因为我这些花都是很名贵的，那你为什么你来了以后呢？我明明没有这个等于说滋长这个滋长蚊蝇的问题嘛，你为什么把我这个地方全部都给它弄掉？然后我这些名贵的这些花种全部都不见？有没有人假借这个等于说要扑灭驱虫病的名义呢，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偷他的这个绝种花嘛？还有，现在江门压下来了，结果呢，经过几个月了以后呢，没想到最早的佛山又重新就开始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